DIY 工具大盘点，300块就开工。我自己 DIY 搞定了工作室、楼道、卧室。有粉丝说看我这一墙工具直接劝退，别慌，旅行材 DIY 的门槛就这么高。今天带你盘点5大核心工具，最好用的我放在最后压轴。全能王牌手电钻、公丝、钻火、预紧螺栓、拧刺工钉、红型材、盗木板，再到墙面，没法搞定，价格从20到5000都有，新手就入手的200块国产的完全够用。入场专家手锯 DIY 难免算错尺寸，只要备齐这2把救场专家，心里永远不慌。这把锯金属，铝制软，1分钟就搞定；这把锯木头，切边裁角，灵活安全。2把加起来近50，让你告别尺寸焦虑。细节魔法师锉刀，型材切口有毛刺，连接件卡上。一把锉刀专治各种不符，锯口刮2下，光滑又平整；连接件磨一磨，严丝又合缝，不用专用工具也能磨出圆润手感。这细节神器20块就能拥有。美颜神器打磨器，嫌海洋版颜色太素，想改色。美颜第一步，磨皮是关键，手动打磨器，铺上砂纸，两边一夹，效率翻倍，轻松磨出细腻质感。9块9包邮，便宜的像白给。压轴的来了，松动终结者6角扳手。有人问，有电动的为啥还要用手动扳手？这是电动螺丝刀，6角扳手的力矩可以达到它的10倍。这是电钻，6角扳手的力矩可以达到它的2倍。总有朋友担心旅行材连接会松动，只要用它用力锁紧，用上10年没问题。灵活轻便，20-30的就够用。齐活300预算，你的 DIY 之路就此开启。关注阿木，更多 DIY 干货等着你。玻璃胶、免钉胶、结构胶、白乳胶、发泡胶、速干胶、热熔胶，这些都是干啥的？都说胶水是甲醛之王，但不管是自己 DIY 还是找师傅装修，都得咔咔一顿抹。这些能环保吗？今天一个视频给你看清楚，为你一颗定心丸。玻璃胶主要是用来封边和填缝，用它就像挤牙膏，干了就变成一条弹性橡胶条，防水又防霉。施工的时候有味儿，做好通风，只要选了正规顶，干了之后就没事儿。结构胶是这些胶水里最猛，干的巨牢，金属、石材、玻璃、混凝土都可以，简直就是常温焊接。但注意它干的超慢，彻底干透要2-3天，这过程中会有味儿，必须做好通风。固化之后就没问题。免钉胶就和字面意思一样，替代小钉子，注意是小钉子，挂个画、粘个挂钩都没问题。但要是大吊柜、电视支架这种就别指望了，正规大品牌的免钉胶基本无权，粘完几小时就没味儿了。发泡胶是主动打湿，还能保暖隔音，膨胀率超高，千万别挤多。优质发泡胶是无权的，打白了容易粉化。白乳胶是木工的专属胶，也只能用来粘木头。好的白乳胶是水性的，无权无味儿，用来粘儿童家具也没问题。注意它干得比较慢，要24小时才能彻底粘牢，这之前要用夹子夹紧。速干胶里最有名的就是502和401，可以用来粘个眼镜、手办这些小东西。利用空气中的微量水汽瞬间固化，实现秒粘。固化之后很安全，但液态时刺激性超强，千万别弄到眼睛里。热熔胶就是我们常看到的固体胶棒，需要配合热熔胶枪使用，主要就是用来做手工，强度很一般，但胜在环保，基本无毒。小朋友也可以用，融化时有点烟雾，做好通风就行。总结一下，这些胶水只要选正规品牌，粘的时候通好风，干透基本都无毒。至于哪些牌子算大品牌，大家评论区讲讲吧。放心了吗？关注阿木，解锁更多 DIY 干货。这是一个旅行材，我用它做了洞洞板、大书桌、白板桌，还有玄关柜。每次阿木已经做到飞起，但此时新手朋友的内心，我没上车啊！我没上车啊！今天做这个小边柜，带你从认识型材到设计、组装到板材连接，全流程零门槛讲解。视频有点长，收藏起来慢慢看，以后你也能打造独一无二的专属家具。2020-3030指的就是旅行材的截面尺寸，数字越大，承重越强。2020做个边柜、置物架绰绰有余，3030可以做书桌、衣柜，4040做成大床，可以任意翻滚。另外，旅行材表面有一层阳极氧化膜，永远都不用担心生锈。这4个槽是万能接口，自由组合全靠它，有上百种配套零件可以装到这个槽子里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它做不到。旅行材都是标准件，设计超简单，
专用软件 MateCAD 拖拽就能画，半小时就上手。先选型材，输入长度，自动吸附对齐，还能自动生成连接件，不满意也可以手动更改。画完直接导出图纸清单、3视图、零件图、零件清单全给你配好。组装靠的是各种连接件，常用的有角码、内置角槽、L 型连接板、3通等等。这次用的是内置角槽，优点是颜值高，从外面看不到任何连接件，缺点是不够牢固，但小边棍已经足够了。首先把顶丝拧入角槽，注意别突出表面，角槽两端插入2根型材凹槽，把顶丝拧紧就完成了固定。所有的型材都这么连在一起。地脚和轮子需要公司安装，没有工具的可以让厂家代劳，这样一个铝型材框架就完成了。海洋板与铝型材是绝配，有2种固定方式，嵌入式用的是层板托，把层板托放入凹槽，把板材按进去就行了。20型材配12毫米厚海洋板可以做到严丝合缝。外接式用这种伸出来的层板托，配套的是船形螺母，也叫梯形螺母，是型材连接最常用的零件。安装方式是把螺母、螺丝和连接件提前组装在一起，顺着凹槽的方向插入，顺时针拧紧。船形螺母在转动90度后就不再旋转了，继续拧，螺母和螺丝就把铝型材夹紧固定了。海洋板放在层板托上，用自攻钉拧紧。侧板也是嵌入式的，这里的层板托是带孔的，可以插入自攻钉。抽屉属于进阶内容，以后单独讲。这样一个铝型材边柜就完成了。关于铝型材 DIY 的任何问题，可以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会一一解答。关注阿木，解锁更多 DIY 技巧。有人说家是买来的，但在我这儿，家是做出来的。起初也是想给满屋工具找个归宿，就用铝型材和海洋板搭了个顶天立地洞洞板，有了它，沙发都省了。工具盒秒变抽屉，3D 打印机也有了安稳的角落，再用试管夹和电推杆 DIY 一套悬浮试管灯，再自己动手配张2.4米的超大桌，嫌工地味太浓，加上木方、光轴、亚克力，瞬间变成买不起的样子。想随手记下好点，就用气弹簧和珐琅板顺手做了个变形白板桌、书桌、磁吸白板，单手就能轻松切换。拉起把手用秒变移动小推车，但有粉丝嫌它太小、太高、太硌手，那就用电动升降杆和可控气弹簧搞个升级款，更大、更稳、更丝滑，高度随心调，角度任意选。搬起阅读灯，这就是我的梦中情桌。一转眼夏天到了，我又盯上了门口独立的楼道，给海洋板刷上棕色木蜡油，配上型材框架，就得到了一整墙的中古风洞洞板。再用杜邦纸和阳光板做个灯箱，贴上3D 打印的 slogan， 高级感拉满，配上颜值满分的鞋柜和小边柜，谁来了不得说一句我的天哪！10月爸妈要来看孙女，为了让他们住得放心，我做了个零甲醛衣柜，铝型材做骨架，石膏板封外墙，配上3段式折叠对开门，环保又美观。再搭一张铝型材悬浮床，安装简单的就像拼乐高。8080大腿配上巨结实的压铸角码，真正做到一床传3代。换了做床头柜，找块型材2头拧上地脚，一个顶天立地置物架就此诞生。从买到做 ，DIY 给我的不只是义乌家具，更是我的生活我做主的踏实感。关注阿木，一起动手，创造你理想的家。我用1000块打造出一张网上卖2600的超实用2.4米海洋板大桌，性价比拉满。最近被铝型材海洋板种草，工作室刚好缺少一张大桌，上网一查居然要2600，于是决定自己来。研究了下结构，发现用不了多少材料，1000块就能搞定，难度也不大。在网上买齐做桌子的全部材料，海洋板我选用21毫米俄罗斯进口海洋板，所有材料一共用了970块，这是制作所需的全部工具。详细的材料工具清单我放在这里，大家可以点赞收藏，按需取用。做这张桌子总共就3步，第1步搭铝型材框架，型材的连接用到了角码和内置角槽，看不见的地方我用角码连接，既便宜又牢固。露出来的桌腿部分用内置角槽，从外部看完全隐形。桌板与框架的连接用这种平面角码，所有连接件都需要预先拧上船形螺母。接下来就是拼乐高环节了。桌面支撑部分我用了4040的型材，桌腿我选了40120，瞧着这粗壮的大腿。拼好之后就可以无脑拧螺丝了，大伙要耐得住寂寞。第2步就是处理桌面，
强烈建议朋友们花60块让厂家来处理，但想追求完美的质感，还得自己。我先用400目砂纸进行打磨，然后均匀地刷上2面清漆，最后再用1000目的砂纸进行精细打磨。这一通操作下来，相当于给桌面穿上了丝袜，这触感真是一模一个不吱声。Nice。最后一步就是铝型材框架与桌面的连接，用的是这种自攻钉，长度一定要小于你桌面的厚度。海洋板质地很硬，很难拧，建议大家像我一样，先打一个小孔，就会简单很多。一共是13个螺钉。大功告成，一起看看成品。还不错吧？你还想做点什么？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我是益善工坊阿沐，一起动手，让生活因你而善。铝型材连接大盘点，铝型材 DIY 就是拧螺丝，选对连接件就能省下几千块的试错成本。今天盘透铝型材6大连接方式，收藏起来慢慢看，带你告别选择困难症。最常用的万金油角码用法：角码船形螺母螺栓预先组好，顺着凹槽插入，顺时针拧紧。船形螺母转动90度就会卡住，继续拧就能假解型材固定了。除了基础款，还有这些更贵但更强，以及这几个应对刁钻角度的非主流。优点：强度不错，衣柜、鱼缸、桌子都能搞定，操作难度有手就行。缺点：连接件外露丑，还和嵌入式层板打架。角码连接强度4颗星，性价比1块5一套3颗星，美观2颗星，易上手5颗星。颜值担当，强度渣渣，内置角槽。用法：先拧入顶丝，角槽滑进去，继续拧，顶丝顶住型材就固定好了。注意两头不一样，这头连端面，这头连侧面。想要连接没缝隙，先紧侧面，再紧端面。优点：外面看不见连接件，好看，5毛一个，便宜，操作也还算简单。缺点：只靠一个顶丝，角槽与型材有缝隙，晃，这种双孔的能好点。内置角槽，连接强度1颗星，性价比4颗星，美观5颗星，易上手4颗星。花架子好帮手，独挑大梁可不行。连接板只适用于型材都在一个平面的连接。用法：先装上4组螺栓与船形螺母，放入凹槽，全部拧紧，有各种形状应对不同位置。优点：颜值高，既是连接件也是装饰件，操作无脑太简单。缺点：强度勉强达标，主要用来加固，很少单独用。碳钢材质易生锈，不锈钢死贵买不起。连接板连接强度2颗星，性价比3颗星，美观4星半，易上手5颗星。强度天花板手艺试金石，打孔连接。用法：分通孔和沉透孔，通孔就是钻头直接打透，另一根型材端面公丝。半圆头螺栓先紧一半，滑入另一根型材，扳手插进孔，拧紧。沉透孔，阶梯钻头打沉透孔。2根型材对齐，飞头螺栓插入，拧紧。优点：极致牢固，极致便宜，一个螺栓就2毛。缺点：难度高，需要专门工具，在连接位置还露个螺丝帽，难看。打孔连接，强度5颗星，性价比5颗星，美观2颗星，易上手1颗星。边角贵族为颜值买单，3通2通。3通2通其实就是打孔连接的变形，只适用于边角。用法：不用打孔，只公丝，把螺栓插进孔，拧进攻好丝的型材就行。优点：解决了打孔连接螺丝外露的尴尬，边角圆润，强度也不错。缺点：价格不美丽。3通2通，连接强度4颗星，性价比1颗星，美观5颗星，易上手2颗星。毛式连接件是不是没听过？但只要你用 MACAD 就一定见过。没错，它就是 MACAD 的默认连接件。用法：先打个孔，分开连接件，圆柱插到孔里，螺栓插进型材端面，预紧2圈定位。半圆头滑入型材，拧紧，螺母就被螺栓拉过来夹紧型材，牢牢固定了。优点：最牢固，专治各种摇晃。缺点：难度极高，打孔偏差1点就装不上，20型材还用不了，价格也不便宜。铆式连接件，连接强度6颗星，性价比2颗星，美观2颗星，易上手1颗星。我给大家整理好了汇总表，没有最好的连接，只有最合适的场景。关注阿沐，铝型材 DIY 不迷路。这是一卷塑料，加热就会融化，冷却又重新凝固。如果有支能加热的笔，咱就能画出立体图形。要是有个机器能替代我的手，画得又快又稳，不就可以得到任何想要的形状了？
恭喜咱们发明了 3D 打印机，你还以为 3D 打印是什么高科技？其实超简单，不用什么建模，只要会用手机就能打。今天手把手从零教会你。自从会了 3D 打印，我真是为所欲为。给媳妇儿打了个洗菜盆，冲水她能自己洗，还有个花盆，跟丝绸一样。给孩子打了对笔筒，耐克牌的。玩具我也全包了，给我自己打了双鞋，穿出去不要太拉风。还有这些旅行材连接件，成本才几分，省下一大笔私房钱。如果你是手办爱好者，那你更是赶上好时候了。话不多说，开始。这就是打印机了，这是画笔，一边加热一边画。这是画板，这个叫特氟龙管，把它连上。塑料就是通过它送到打印机的。这些就是塑料耗材了，五颜六色的，放进料仓，插进去，自动就吸入了。我用的这台可以同时放4卷，自动换色贼方便。准备工作搞定。不会 3D 建模完全不慌，大品牌都有自己的模型库。我这台是创想3维 Sparks i7， 直接下个创想云，几十万个模型，看好哪个直接打。第一次需要扫码绑定，以后就能一键打印了。还有像 Thingiverse 这种开源模型网站，上百万个免费模型，绝对挑到你花眼。如果你愿意花半小时学个像 toolkit 这种无脑 3D 画图软件，那你真就无敌了。记得存成 STL 格式，通过电脑上传到打印机，开始打印。打印时间从几十分钟到10几小时不等。很多人烦打印机的噪音和震动，但我这台静音就很到位。还有睡眠模式，自动关灯不闹人，打开指示灯，打印状态一目了然，氛围感也拉满。还能用创想云远程监控，时间到，把打印的宝贝铲下来，这些是支撑，掰下来就行。你学会了吗？关注阿木，解锁更多 DIY 干货。紧急插播一条，收到个工具大礼包，今天拆个盲盒，拆成零件那种，跟粉丝一起开开眼，看看都啥构造。先来个直男粉，盒子不错，手电钻，还带充机的，声音挺好。开，红线绕停板这儿，细节可以。再拆，电机不小，再看看齿轮箱，行星齿轮，这是下一组，应该一共3组，挺好，装回去试试。插电，试试，打个钉，不错，下一个。有节日气氛，这啥？集尘呐，吸力可以，试试。真是一点灰都没有啊！好东西，早知道有它，我干嘛还整矿泉水瓶呢？收下了。下一个，电动螺丝刀，劈头挺沉。转着挺稳，还拆。带标签就是好电池，有刷电机，是那味儿。无影灯装回去。试试，拧个钉，还行。下一个，呀，又是螺丝刀，小电磨挺好，装上试试。来块铁板，效果挺好啊。看你还小，放过你。下一个，这是电磨配件，挺好，盒子不错。下一个，马刀锯，这锯好，原锯不敢用，太吓人。试试，
还挺猛。开拆。哎，散热片，大电机，线也挺摆上，这是关键。接着拆。里面这样，这边转圈，这边上下，油不太匀，我再磨磨，装回去。没事，自己用不影响。装上锯片试试。够劲儿，下一个，盒挺小巧啊，钻头、劈头，好东西，收下。下一个盒挺沉的，这个电扳手，600多牛，这是什么？开拆。红线挺密。电机不小，这块跟电钻不一样，接着拆，也是行星齿轮，不过只有一组。这是外环的齿轮，这是关键，打击块，挺有分量，装回去。套子做工不错，装上电池试试。手指粗的螺钉，这么大木块都干裂了，确实是大电炮。下一个，像电钻子盒子啊，起子机，这东西跟电扳手差不多结构，不拆了。3档调节，打个钉试试。好用，下一个，摩托挺沉呐，电锤，再也不用手电钻钻钢筋了，行吗？开拆，插电看看，钻子，钻夹锤。主要就靠这儿，上面脱开就是钻档，上面连上就是钻夹锤，装回去。装个钻头，这是个砖，太轻松。再来个混凝土，10几秒钻这么深。最后，请容许我炫个富。关注阿木，解锁更多 DIY 干货。